雪霸国家公园有几条很棒的高山健行路线，大坝群峰、武林四秀、雪山主东峰、雪山西能、大小剑与圣能线。为什么我要这么讲？雪霸的步道路径清楚好走，从各个登山口开始爬，不用太久就会到达视野广阔的区域，没有什么困难地形，所以这里一直是百岳爱好者的热点，山屋非常难预定。圣能线有几条不同走法，这次我选择最短的 O 型纵走，正常速度4天完成。从武陵山庄出发，一路爬上品田山，通过品田断崖后走到不秀兰山，然后接上圣能线，一路上坡到雪山主峰，然后从369山庄大众路线下到雪山登山口。这次路线走起来，每天都给登山者不同的挑战。第一天关卡是全副武装从武陵山庄爬到人线上的新达山屋，爬升高度1400公尺，中间还要花40分钟轻装来回3303公尺高的持有山，将近3座101高度的爬升地狱。我见过背负过重的向导直接累倒在半路上，也见到初学者走完第一天的路后，吓得隔天仓皇撤退下山。第二天关卡是通过恐怖的品田断崖与苏密达断崖，这2段断崖经常发生摔人意外，死亡新闻不断。这个关卡就是100%心理地狱考验，你会真正面对死亡的恐惧，不小心结冰的绳索会让你手滑开，或是地上坚硬冰面踩不稳滑倒，都可能造成严重意外。第3天关卡是路途超级遥远，从苏密达山屋一路上下爬升400公尺到雪山主峰，然后下到369山庄休息，总距离超过10公里的漫漫长路，绝对是身体与意志力的大考验。山高路遥远，大量的体力伴随冷风效应不断消耗。出发前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我有办法在雪季通过圣能线考验吗？为了难得一见的美景，只能拼拼看了。2021年1月初的几波强烈冷气团带着水汽，在高山地区下了大雪，看到 Facebook 与 Instagram 狂刷一堆无敌雪景。我拿起电话打给东辉大哥，我们上山吧。圣能线有品田断崖与苏密达断崖2个危险地点，雪季期间的积雪结冰又增加了安全风险与行走难度，冰爪与冰斧都是必备工具。雪霸国家公园在冬季对于这条路线申请的登山者要求具备完整登山资历才放行。从武陵山庄先沿着桃山瀑布步道走3.5公里到持有品田登山口，森林舒适地沉浸在晨光中温柔陪伴，欢迎我进入他们的美丽国度。慢慢走，享受被大自然招待的美好。从登山口就要陡上3.5公里到持有桃山岔路口才能松一口气，在这里你就登上人线了。一路在树林中无尽的上坡，阳光普照，
我周遭世界安住在一片祥和静默之中，唯一打破安静的是偶尔的鸟鸣，加上我自己超大的喘气声。走到2.9公里处，离开森林，视野也开阔起来。中央山脉的南湖中央间以及雪山圈谷开始露脸，想起接下来天气都很好，心情也跟着无限好。走着想着，慈友山登山口到了。从登山口到慈友山只有200公尺，轻轻松松散步到山顶。慈友山顶上最壮观的景色是巴沙拉云山到雪山的圣人线全景，以及大小霸尖山到东霸尖山的庞大山块。这里的展望很不错，但是下午的逆光有些恼人。有一次我在桃山山顶扎营，早上起来看到朝阳，让整个圣人线呈现无比迷人的光影。人身处在那样美景中是很大的震撼感受，好美，有点舍不得走，只是事与愿违。太阳继续西下，山风越来越冷，肚子也有点饿，好像该移动脚步了。还有1.5公里就到新达山屋，但山屋草原坡前的路段上下落差大，需要手脚并爬。很多人走到慈友山已经气力放尽，来到这里就崩溃了。今天运气很好，好天气被我拍到超优的持有民宿缩时摄影，蛮过瘾的。顺利到达新达山屋，通过第一关卡考验。天气很冷，连山屋储水箱的水也结冰。偌大的山屋就像一座大冷冻库，就算钻到睡袋里，还是要靠瓦斯炉火力全开，同时烧饭煮火锅才能得到温暖。上山要用力吃，拼命吞才能活下去。能吃就是福，吃了变神猪。早晨5点30分从山屋出发，零下2度，在寒风中等待南湖中央间人线的日出。太阳像是一部大发电机，开始运转后瞬间加热这个世界，让万物骚动起来。走完这段累人的草坡，圣人线与大霸尖山开始露脸。到品田山顶前，一路还有不少积雪结冰的路面，神经得绷紧，小心通过。品田山高度3524公尺，今天运气不错，山顶没有刮风，可以好好打混看风景。
开始面对今天的大魔王品田断崖。这一带结冰的面积大，增加了通过的难度与危险，要穿上冰爪来确保安全。断崖第二段是落差很大的烟囱地形，背包得用吊挂方式下断崖，如果队伍人数多，会花掉很多时间。通过品田断崖后，沿着能线不用太久就接上不修兰山，但一路上圆柏杜鹃不少，卡得我们走不顺也走不快，加上不少积雪，要避免滑倒。到达不修兰山真的花掉不少力气。不修兰山是圣人线的中心点，从雪山、大霸尖山与武林四秀走圣人线都要经过这里。3条人线汇集，所以视野非常好，是拍摄品田山与穆特勒布山的最佳地点。从不修兰山出发前进苏密达山，先下到人线东面的森林，绕行一段，再回到人线上爬岩石坡。这是今天最陡峭、最挑战的一段路。天梯般的岩石陡坡要手脚并用才爬得上去，到顶就是苏密达山。准备下苏密达断崖，这是我第4次来到这里。2020年以前通过苏密达断崖，绝对是台湾登山者最恐怖的体验。2段踩不到踏点的垂直地形与一段长横渡，让人噩梦连连。2020年国家公园在最后一段垂降地形加一座鲨鱼梯与加强安全绳索，所以现在通过苏密达断崖真的安全多了。离开苏密达断崖后，就进入美丽的森林里，安静而神秘。20分钟左右抵达童话般的苏密达山屋。今天路程只有昨天一半，但是地形与雪季因素让我们速度慢下来，心理压力来得更大，加上温度很低，所以今天消耗的体力比昨天更多，出乎意外的疲累。但平安过一关，还是觉得很赞。早上醒来，小杨发现放在山屋里的水结冰，这辈子第一次碰到这么离谱的室内温度，难怪昨天睡得很不安稳。今天路途遥远，天还没亮就得带上头灯出发。在冻寒的森林里穿行，往人线前进。太阳在南湖大山升起，为我们带来振奋的力量。金色阳光洒遍整个山区，美景当前，我瞬间意气风发起来，踏上最后一段圣人线人脊。飞空拍机时发生了意外，没注意换上一颗没电的电池。飞了100多公尺，就直接降落到100多公尺深的山壁下，吓得我心脏快停掉。为了辛苦拍摄的影片，想都不想直接往下冲救空拍机。老天保佑，花了1个多小时，终于把空拍机找回来。去年在这里飞空拍机也差一点电量耗尽回不来。我想雪山北峰很想收集空拍机吧。雪北山屋安安静静地躲在生长千百年的圆柏林里，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这一方天地美得像一幅画，四季各有不同风采。去年夏天来的时候，这里开满了野花，满满生命力爆发。
2019年3月来到这里，却是大雪纷飞的白色世界。圣人线最后决战来了，我们要走上最高的雪山能级，一路无尽上坡到雪山主峰。原本雪季设定是在凯兰特昆山直接下去水管路到369山庄就好，但是为了拍摄到完整行程，为了男人的尊严，还是决定冲雪山主峰了。这段路真的是体力杀手，走一步喘一口，就像在重训室练到最后快撑不下去的那种感觉。但是圣人线像巨龙一样霸气展现在我们眼前。午后西部开始风起云涌，衬托出雪山北棱角王者气势。鼓舞自己意志的是，你想看更高的那里是不是有更好的风景？每一次小小的期待被满足，每一次小小的一鼓作气，就让我一步一步走到目的地。是的，这里是北棱角。我终于到了，站在这里望着圣人来时路，不必多言，满足了。We left the room of fight once again, love. Yeah, we said some things we didn't mean, hun. I always start the fight and you put the fire out. I always say too much and I get jealous. I never hear you out and that is selfish. I always start the fight and you put the fire out. I'm sorry for the way we left things. I know you're hurting. I didn't mean to start a war. I'm still learning how to talk about my feelings. You know it is hard sometimes. Maybe I just need some time, some space to figure out how to give my all to you. If you give me one more try, I might just realize that it will always be us two. Maybe I just need some time, some space to figure out how to give my all to you. If you give